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军迷的忠实战友虎妞洋洋。对军迷们来说，今年的3月无疑是个好日子。先是官方报道国产隐身歼击机正式入列人民空军，紧接着001A 型航母又爆出安装舷窗的消息，国产航母再度抢下头条。一直以来，中国到底需要多少航母，一直是个热议话题。2013年，国防部发言人曾表示，辽宁舰是我国的第1艘航母，但绝不会是唯一的一艘。紧接着就有网友戏称，既然辽宁舰都有了，那34个省级行政区一个都别落下好了。作为耗资巨大的吞金兽，连山姆大叔都因为缺钱一再修改法案，把航母数量降到11艘，一下搞34艘国产航母，显然不靠谱。那么国防部回应的，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统筹安排，到底隐含着什么信息呢？不久前，关于中国航母工程的话题被再度提出来。有观点认为，2004年8月定案的048工程明确了中国航母发展3步走战略。第一步，用10年时间建造2艘中型航母；第二步，再用10年时间建造2艘大型航母；第三步是情况发展大型核动力航母。首波建造目标为6艘，建国100年时，解放军将完成10艘航母的建设。这个早年间被加拿大某军事媒体拿来代指中国航母计划的048工程，目前并无官方消息认证。而关于第2批航母究竟采用何种布局，同样在圈内大撕特撕。追溯中国航母的发展之路，我们的愿望一直很迫切，而技术资金短缺下的航母工程，正是靠着稳扎稳打才开出今天的硕果。1970年，当时戏称自己只是小小船办的刘华清，主持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1个航母工程报告，代号707工程的航母计划，在当时技术背景下，按护航航母和反潜航母2个方案进行论证。雄心勃勃想在4·5期间下水的707工程无果而终。1975年，憋不住的汇报同样没了下文。军队的忍耐期里，海军军费被排在末尾，法国人免费送航母上门，而全套通信设备和后期维护的高昂费用却让人望而却步。甚至对海军还有这样的定论：核潜艇不要造新的了，把现有的维护好。航空母舰这个想法到21世纪再说。不计个人得失的海军司令坚持航母一事到2000年总要考虑，上型号可以推后，预研不能再等。1987年，中国海军首届飞行员舰长班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，被直接解读为中国航母舰长班。1989年1月，代号891的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课题正式立项。项目所规划了5万吨级、采用蒸汽动力、装备蒸汽弹射器的中型航母，并据此展开了航母的舰船总体结构、作战系统、蒸汽弹射器、阻拦装置和菲涅尔透镜等涉及航母所有方面的技术研究。然而总计4000多万的经费，仅能支撑一些基础性的研究。从零开始的国产航母，想要进入工程阶段，就必须解决巨额资金压力。刘华清提出，航母的发展要和既定的舰船、飞机、武器、电子装备发展规划结合，而不是都挂在航母大项目里。零敲牛皮糖的国产航母工程开始了艰难的起步。从乌克兰买来的瓦良格号解决了航母平台问题。2009年首飞的歼15先于航母完成测试。半个世纪的长跑，中国航母工程总算有了结果。当与辽宁舰相当的001A 横空出世时，看着大洋彼岸的福特级，我们多少有些失落。而20年前，我们面对那支航母编队，还没有今天这样必须超越的期盼。048工程描绘的按部就班，并不代表我们技术上还在亦步亦趋。不久前，马伟明院士表示，我国全电推进采用的中压直流，在技术上已经领先美国一代。不少人期盼002型借助马伟明院士的先进电磁技术，能实现弯道超车。然而，航母是个整体工程，受制于艰难的起步，分头开展的子系统未必来得及在时间上整合。平直甲板、弹射起飞的002型，据传已在2015年开工建造。同样在2015年曝光的电磁弹射地面测试，显然无法融入002型。航母的发展不只有技术的考量，
续建的辽宁舰要昼夜不停地训练新一代航母舰员。001A 让中国海军提前迎来双航母时代，也是在培养独立建造航母的技术能力。所谓048工程6艘航母的进度未必可信，然而向西的一带一路经济带，向东的国家安全战略区，两个战略方向的确要有6艘航母才能保障。处在严密技术封锁中的我们，不得不先行技术积累。被核动力迷住眼睛，幻想一步登天的法国可不是个好老师。历来讲究小步快跑，边服役边改进的中国海军，航母这样的大工程自然不会冒进。日益紧迫的海上权益也呼唤着国产航母尽早如役。回顾近代以来的列强欺凌、屈辱，都是自海上而来。航母梦堪称延续100年的中国梦。从90年代面对航母的愤怒与无奈，到今天对赶超的热切期盼，这个梦想已经走进现实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，请点击我的头像，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。原创虽不易，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，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